其实我今天就是来挑刺儿的。你知道埃及人为什么讨厌木乃伊吗？我们边看边说吧。哇，开头就大场面，羊头神克隆姆，死神阿努比斯，这里还有一个死神羊面像。羊是太阳神最喜欢的动物，法老为了讨好太阳，会做很多这个雕像。啊，第一句台词就错了，底比斯没有金字塔呀，兄弟。看这个场景，应该是法老的宫殿，但是古埃及人不会把死神放到宫殿边上呀。塞提一世、伊姆敦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但是你看这个安苏娜应该是虚构的。这个角色如果用埃及人来演的话，应该更好的，因为这个演员长得并不埃及，可能因为穿得太露了，没有人接这个活。顺便也说一下啊，埃及人也得过奥斯卡，他头上戴的蛇也不该出现，蛇是下埃及权力证明，只有法老才能佩戴。哦，第六王朝开始，法老的子女也可以戴。说不定这个安苏娜是法老的女儿，因为古埃及法老娶自己的女儿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比如拉米西斯二世。你看这个法老的胡子，古埃及人不是不留体毛吗？其实法老才能留胡子，普通人是不允许留胡子的，胡子是代表一种神性。这里重点说一下这个伊姆顿吧，也是这部电影在埃及不受欢迎的一个点。正史历史上也是有这个伊姆顿的，是埃及的医学之父，也是左塞尔最信任的祭司。他对埃及的天文建筑贡献非常大。第一座金字塔就是他根据左塞尔门里出现的形状做的。一些文物上，伊姆顿的名字还刻在了法老的旁边。后世被埃及人奉为生命崇拜。希腊不是有一个医学之父叫希波克拉底吗？伊姆顿就比他早2000年就开了第一所医学院，而且本来希腊也是把伊姆顿当医学之父或者医学之神的，后来经过希腊的本位主义思想后，就变成了他们自己人，希波克拉底。这么优秀的埃及人物别变成这样的，太过分了吧。塞提一世是拉米西斯二世的父亲，古埃及的基建光幕。原神里的阿布朱鲁主要是由塞提一世建造的，埃及现在保存的最好的木乃伊就是他。电影里的供养崇拜也是在他这里发扬的。这里跟着一个很多人的误区啊，很多人包括这部电影都觉得古埃及的复活就是木乃伊复活了，其实不是，古埃及的复活是在芦苇园复活，就是在冥界经历各种考验后才会到达的一个地方，类似天堂，不是木乃伊站起来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身体被破坏了就不行了，所以要做木乃伊保存好身体。而且他这里说放到5个罐子里是个错误，卡努比克罐只有4个，代表赫鲁斯的4个儿子，也对应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放入肝、肺、肠胃。他这里的雕像做的也太差了吧，仔细看一下全都是拼接的。古埃及的雕像哪有会拼接的呀，都是有整块雕刻的，极少有拼接的。史诗人面像20多米高，都有一整块雕刻的。阿布辛贝神庙是多块拼接的，因为这个神庙是从别的地方切好了放在现在这个位置。看来这个美工不行啊。其实我今天就是来挑刺儿的。这个方尖碑也是很搞笑耶，短粗的，还是拼接的。方尖碑是有严格的比例，而且必须用一整块的花岗岩雕刻出来的，然后再包上黄金。在古埃及人的心中，方尖碑地位比金字塔还要高，因为方尖碑是送给太阳神的，而且做一根方尖碑和做一座金字塔难度差不多的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。你看这里的装扮应该是法国雇佣军吧。大家重点记一下，脱埃及舞不止英国还有法国，这俩是狐朋狗友，狼狈为奸。哇，8块腹肌的埃及雕像这也太不真实了吧。古埃及雕像没有腹肌，就连埃及最崇美的法老
阿肯纳痛，那个雕像就是没有腹肌，肚子都是赘肉。古埃及人觉得肚子有点肉才是好看的。文化考察做这么差，预算花到哪里去了呀？有几个粉丝看了这部电影问我，到底有没有王里黑金和太阳晶晶？没有的呀。王里黑金是灵感来自王里树，和电影里面的功能完全不一样的，很特别的把戏呀。这个剧情应该来自阿卜辛贝神庙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每年的2月21日拉米西斯生日和10月的21日拉米西斯登基日这2天，太阳光会穿过60米神庙的走廊，刚好照到拉米西斯2世和太阳神拉的雕像上。这里就能想象古埃及的天文有多么厉害，甚至已经超过了现代的科技。因为20世纪初，埃及和苏丹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座水库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神庙搬走。瑞典的一家工程师公司中标了，有10几个国家的专家参与，用了4年的时间。结果呢，没有古埃及人对天文的了解，导致阳光穿进去的时间早了1天，现在变成了每年的2月20和10月20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用现代的科技建一座金字塔的话，未必会有古埃及人建的精准。他这里说我为我的职业骄傲，确实是的。当时有非常多的女性考古学家、女性作家来埃及考古或是写作。当然，这些所谓的考古给埃及文物带来了很大的破坏。一位英国的女作家在尼罗河上千里信里写了，壁画被破坏，文字被改动，在文物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发现越多，被破坏越多。阿加莎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作者上世纪30年代去埃及旅游的时候写的。那个年代 Go 一直在英国很受欢迎，讲这个台词也是英国演员。死亡只是开始，这句话在万里书经常出现的，或是说死亡是另外一种冒险的开始，是古埃及人对待生死的态度。他们觉得活着只是为了死去，死去为了永远的活着。 Question. Why doesn't he like cats? Well, cats are the guardians of the underworld. 他这里解释的是完全错误的。猫在古埃及是战争之神，太阳神的使者，后来变成家庭之神，和地府没有关系的呀。 This a messed up country. There is a curse upon this chest. Its hallowed grounds, that which was set forth in ancient times, is as strong today as it was then. 其实法老的诅咒并不存在，已经找不到底是谁瞎编的了。古埃及的一些法老也会散播一些谣言，说盗墓会被诅咒，其实他们为了防着别人盗墓，但是古人没有几个相信的，反而现代人很多人相信。他这个卡诺皮cơ官做的也太小了吧，根本装不下内脏了，有点像古埃及香水瓶子。古埃及人包括现代埃及人对香水味道非常挑剔，不管男女出门都会喷香水。看看第2部吧，木乃伊归来。这里的剧情是虚构的，5000年前还没有哪个真传敢挑剔埃及。埃及第一次被入侵是公元前18世纪，希克索斯人，但是最后他们被古埃及人同化了。但是埃及一直有一个传说，5000年前蝎子王一世早于美尼斯统治了上下埃及，但是没有直接证据。看这个房间杯倒了，房间杯是用一整块石头做的，并不是一块一块堆的。这部场景还原的比上一部精致了，应该换了美工啊。大家猜猜这个雕像有什么问题啊？3、2、1，胡子。他们给守护女性意识是装了胡子了。埃及有女性带胡子的，第18王朝女法老 Hatshepsut 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，有时候会带胡子，但是她是法老不是神呀。哎呀，虽然精致了，但还是没有内涵。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还带着孩子来呀，真的是盗墓孩子会打动哎。 This. Look at the state of this rubbish. As Egyptians never
clue. Look at that stuff. It's all chipped and stuff. Egyptian New Year. 邪年？你怎么不说阿努比斯年呀？大英博物馆呀，万恶之源啊！大英博物馆就最喜欢赞助别人偷人家的文物。喀纳克神庙，这是埃及最大的神庙，供奉太阳神。这个是供养大刀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把羊头换成人头呀？喀纳克神庙在4000年前就开始建造的，好几个法老一共建了200多年，最后由拉米西斯完工了。这里有古代最大的石柱和最高的房间碑，这个房间碑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女法老建的。作者里波罗那雷夫和安努比斯在这里打过架，我印象挺深，因为他们打得很精彩。有人想看我解锁佐佐吗？想看3点哦。这里更正一下，古埃及文字阅读方向不是固定的，一般是看第一个形象是朝哪个方向，它就是明显就是读反了。سير مع السلامة يا أخي. سير مع السلامة يا أخي。这2部看下来，从非埃及人的角度来看，确实很紧张刺激，但是从埃及人的角度来说，很不容易接受。因为他美化了强盗逻辑，而且根本没有做好文化考察，哪怕随便请一个埃及相关的专家，也不至于把埃及元素做得这么不合逻辑啊。最主要的，他把对埃及贡献非常大的伊姆顿变成了反派了。要是哪一部电影把岳飞变成反派，你能解说吗？我为什么要解说这个电影呢？因为他对观众的误导太多了，比如亡灵黑金、恐怖的木乃伊、生甲虫吃人，很多人看了都会觉得古埃及的文化很恐怖，其实不是的。古埃及人很温暖、很善良的民族，他们对待动物、对待生死、对待知识，都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想看哪个方面的解说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